许七安是一个虽然有不着调的一些小缺点，但内心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且有自己底线的一个热血笨蛋。我肯定是不想去辜负这份信任，能干的就是让自己120%的付出去把这个事情做好。有个性有棱角，那不就是我吗？成年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买单。结果大部分人套路的规矩是哪个瓜皮想出来的嘛？我虽是个小人物，但亦有自己的坚持。Hello， 腾讯视频入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鹤棣，也是你们的许七安。期待许七安马上跟大家见面，太期待了，太期待了。那你自己现在有看正片吗？我有在配音的时候看过一些片段。你自己在看那些片段的时候感受怎么样？会是一个不一样的维度吧。虽然是自己演的戏，然后剧本也很熟悉了，从屏幕上看到自己的表演，还是会有新鲜感，会有各种各样的思绪给到自己冲击。当时在看这个剧本，看完之后最吸引的地方会是什么呢？吸引我的点有很多。首先，许七安是一个非常立体丰满的一个角色，虽然有着不着调的一些小缺点，但内心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三观非常正的且有自己底线的一个热血笨蛋。我很想去这个世界里面，就一路从零一路升级打怪，在这个大风人世界里面体验这个过程。你会想要成为他这样的人吗？当然我会想成为许七安这样的人，不断成长进步，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家庭生活越来越幸福，自己也有一番作为一番事业，应该大家都挺想成为的。对，真的就是看着他其实感觉就很幸福，尤其是他跟家人的那些戏。对，我觉得在家里面那个家庭氛围感就非常的让我自己着迷吧。首先我是一个独生子，家里面其实小时候就3个人，但老许家就非常热闹，有弟弟妹妹，然后还有一个小妹妹，每天在这个家里面热热闹闹打打闹闹的，大家一起拍吃饭的戏很多。对，坐下来一吃饭就感觉真的在家里面就大家一起吃饭一样。我们是磨合出了非常有默契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之前在桃花坞的时候有分享有一个中场戏嘛，除了那个戏之外还有什么比较让你感动或者说印象深刻的吗？其实很多戏，比如许七安他要决定去干一件特别大的事的时候，把自己的家人们都安排妥当了，然后一场和他们告别的戏，其实也没有几句台词儿，看着大家的时候那种情感上的交流很难忘，那场戏会很深刻。包括前面许七安斩朱银罗的那场戏，他为女孩打抱不平，然后去挑战自己的上司不畏强权的这种，那一刻我觉得许七安的那一面才完完全全展现出来给大家。看那场戏的时候感觉许七安这个人物哇，真的符合他这种燃热血的感觉。是，然后延伸到后面有一场跟魏公的对话，那一场也是让我很印象深刻，内心的委屈、愤怒、不服，一场很复杂情绪的戏。那场戏当时也是很打进内心的，在问魏公愿意身心奉承下，不为自身求利是真心话吗？然后我说儿时耳濡民脂民膏也是我的真心话，就那场戏也很打我自己的心里面。拍完戏已经快1年了，但是这些台词记得还非常清楚。许七安很重要的一个 slogan， 其实他一直在做的也是这件事情，儿时耳濡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儿时耳濡，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部戏其实我们不仅在横店取景，还辗转了新疆的很多地方嘛。整个戏拍下来，你觉得最挑战的地方会是什么呢？那边相对来说天气会比较恶劣一些，当时我记得温度也40多度，然后大家穿着打更人的制服古装对抗天气吧。有时候拍完戏吃盒饭的时候，其实饭也都有点馊了，变味了啊，对。但是大家拍的会非常开心，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更加纯粹的去演戏，去诠释角色，诠释故事。在男频剧里面，男主有金手指一路开挂。那你觉得这次许七安他的开挂程度大吗？我觉得肯定不能否认，许七安他肯定是有开挂成分在的，哪有人天天出门捡银子呀？运气爆棚，投壶百发百中。我要有许七安这个气运，我去打篮球的话，应该能百发百中，也是应该能爽死。所以我觉得不排除一定是有许七安气运在身的开挂成分，但是这一路我觉得也离不开家人、朋友、前辈们一路的帮助，以及许七安自身不畏强权、内心的正义感支撑着他这样一路走来。首先他自己得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才会有身边的这帮朋友这么义无反顾的支持他。许七安有自己的坚持，也有他的幸运之处。那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多面的人吗？当然刚刚也说到许七安他是一个很有棱角很有个性的人，你是如何看待这种做一个有个性有棱角的人的这种事情？有个性有棱角的人，那不就是我吗？做有个性有棱角的人要承担些什么呢？
在做事情之前认清我自己，遵从我自己内心里面的东西，我认为对的事情，热爱的事情去付出去努力。至于我觉得要承担什么的话，成年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买单，那就承担就好了，买单就好了，照单全收。照单全收，这句话也是非常你的态度。如果在做事之前就会去考虑你要承担什么，那这个事可能就没有那么纯粹，也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别想那么多，就先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做一个真实的人，真的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也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谢谢。对于大众这种期待，会给你带来一定压力吗？当然有压力。从接到打更人的剧本，无时无刻都有压力啊！以前的台词量巨大，台词压力首先就很大。在工作的时候，不是在演戏，就是在背词儿的路上，收工了回家路上也会在背词儿。然后或者比如说有一些重场戏，或者有些案情的这种大段台词戏，可能提前 N 多天就开始背。其次，我是觉得像打更人这样的一个原本就有很多观众、很多粉丝的这样的一个 IP， 我肯定是不想去辜负这份信任，能干的就是让自己120%的付出，把这个事情去做好，把自己的角色演绎好。所以有压力对我来说是动力，是一种鞭策，是一种动力。回顾王鹤棣的成名路，其实感觉也是经了一路这种逆袭。在这过程中，有没有让你特别感触的地方？像今天生日直播的时候，大家都在给我送祝福，那一刻真的很难崩。生日快乐！谢谢大家，非常感动，心一软的那种感觉。受到身边这帮朋友们的支持和祝福，真的就是会让人充满能量，充满电。我记得在拍最后斩二贼的那场戏，身边的兄弟姐妹都站到了我身后嘛，那场戏真的是给我燃哭了，那个感觉不是演的，演不出来啊。拍完二贼那场戏，我回房车还在那儿，擦眼泪呢什么，但那个感觉很享受，因为那种感觉它不是常有的。我觉得当时哭完一条过后，我们的化妆小姐姐们要上来给我补妆，然后擦泪痕什么的，我就不要碰我，让我自己先待一会儿，非常享受沉浸在那一刻。今天过生日了，然后又进入到新一岁，感受怎么样？很充实，很开心，确实也很难得。今天这样的机会和相别1年的小伙伴们在重聚，之前在北京也有小聚过，但没有人这么齐过。就今天整整齐齐、热热闹闹的一帮老朋友们在一块儿，又回到大风的世界。大家一起在拍的时候，总是很吵很闹，但这个吵和这个闹永远伴随着欢声笑语，就非常暖心。就那一刻就是一点没有什么工作的疲惫，真的是很享受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一会儿也会去和兄弟伙们去赴约我们的云火锅局。当然今天我妈妈也从乐山和我姨妈哥哥还有带着我哥哥的儿子也来给我过生日，妈妈也给我买了一个蛋糕，就觉得都在了，很满足。一切都是最圆满的。对，祝你在新的一岁越来越顺畅。谢谢。好，谢谢。拍那些戏的时候，大家会像这种日常就生活中那种感觉吗？当然会有，非常有意思。有时候我们收工了，去在新疆当地找了一家火锅，然后我们就按照平时点的量在点菜，好几盘牛肉，好几盘羊肉，根本吃不完。家人们根本吃不完，它的每一片牛肉都这么大，巨大，这么大这么厚，然后一盘都特别多，哇！这当时就狂吃，说抱着不能浪费了的心态狂吃，最后还是没吃完，震惊了你们的食量。对，最后还是打包了，吃不完一点，但也解锁了很多美食那边，羊肉串、拉面、拌皮子、辣皮子拌面什么的，哇，好好吃。小分棍来喽！Roman cavalry choirs are singing, be my mirror, my soul. 对，它有点卡的。我觉得吧，要不咱就在地上拖吧。我试一下。走，来，你帮我问问。哎呀，挺累的。四叔，不行，我跟头说说，你帮我问问他也行。我
是看最终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事儿我能插上嘴吗？我，你撒开！听我说讲，哪有就天天把小黑给我两分抓什么抑郁的？雪天，别给我动手啊！我一听我就有对焦近视眼，我家每天看这些军人，我近视眼我都看出来了，真不行了。再来一个吧。把车划脱了。你听我说，你不说我绝对不走开。谁在这小黑屋子里待着不抑郁啊？我现在每天干这个军工，我眼都花，我看不清字儿了，我都。你小心屁股啊！哎，台阶，看 ，OK。随时过来挑战，只要把卡一插，我都瞬间想吃饱饭。我装满了台新机子，跟着兄弟们的根据地，外头烟把狗逼着，这儿就恢复了生命力。